应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乘包机抵达惠灵顿，开始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强表示，我这次访问新西兰是为赓续传统友好、促进互利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而来。接下来，李强还将访问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此前一天，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澳媒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与中国有效合作将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就中澳关系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看报道。当地时间13号下午，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在总督府北草坪举行仪式，欢迎国务院总理李强对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李强抵达总督府时，拉克森在草坪入口处迎接。拉克森陪同李强观看毛利欢迎仪式。拉克森向李强介绍迎候的基罗总督夫妇，军乐队奏中国国歌，鸣礼炮19响。随后，李强检阅仪仗队和军乐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拉克森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新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焦合作、共同发展，推动两国关系取得长足进步，两国合作创下多个第一。李强指出，中新的发展对彼此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方愿同新方持续扩大贸易规模，深挖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新能源汽车、创意产业等领域合作潜力，也欢迎更多新方企业来华投资。李强还强调，中方愿同新方不断深化人文交流，将把新西兰纳入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希望新方为中国公民复兴提供更多便利。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高层及各级别沟通对话。新方愿同中方加强执法合作，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加强协调配合，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服务贸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并共同会见记者。双方发表中新总理会晤联合成果声明，两国同意启动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因为今年是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成10周年，是双方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那么目前这个国际社会面临的很多挑战，这也是那么中新两国那么在这些领域那么去探索共同应对挑战的方式方法的一个重要的机会。那从双边层次来讲呢，因为此前我们和这个新西兰已经是完成了这个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版的谈判，那么下一阶段，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寻找新的那么双边关系发展的增长点？我想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作为自2017年之后访问新西兰的中国最高层级官员，李强此访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注意到，中新建交50多年来，双边关系始终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新西兰是第一个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发达国家，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有观察指，经贸合作是中新关系发展的动力源，两国经济高度互补。新西兰的乳制品、肉类等农产品满足了中国民众对于优质食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而中国的机电产品与纺织品则是向新西兰出口的大项。2013年至今，中国连续10年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近380亿新西兰元，约合人民币1700亿元。2008年4月，中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也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此后，双方于2016年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旨在进一步减少贸易壁垒，放开服务和货物市场准入。升级版自贸协定于2022年4月正式实施。今年1月1号，中国对进口自新西兰的乳制品全面实施零关税，这标志着中新自贸协定得到完全实施。观察指出，新西兰尽管是五眼联盟中的一员，但其对华政策却不受美西方国家的左右，而是长期追求相对独立的外交路线，不愿因意识形态偏见使本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更不愿充当大国博弈的棋子。尽管中新两国远隔重洋，在地区安全等议题上尚存分歧，但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和对真正多边主义的坚守，才是中新关系能够走深走实、长期领跑的秘诀所在。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应该说国际社会非常动荡，但是中新双边关系仍然保持了非常好的发展势头。那这里政治互信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有了政治互信，那么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呢才有可能。
根据外交部此前公布的消息，李强此行的第2站是澳大利亚。当地时间6月12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澳大利亚人报》发表题为《与中国有效合作将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李强总理此访是2017年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标志着澳政府重建澳中对话和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据阿尔巴尼斯介绍，李强总理访澳期间将参观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两国总理还将共同出席在珀斯举行的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阿尔巴尼斯提到，中国无疑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他表示，澳大利亚棉花、铜、煤、木材、燕麦甘草、大麦和葡萄酒能够重返中国市场，让澳大利亚农民、种植者、采矿者和出口商获益匪浅。同时，中国民众也能够享受到澳方的高质量产品。提到澳中关系时，阿尔巴尼斯强调，澳中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应通过对话解决。如果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能在维护地区稳定上发挥作用，所有人都能获益良多。It is symbolic as well of the stabilis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hat's occurred. I very much welcome the visit of the Chinese Premier to Australia. We want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an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a stronge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澳大利亚政府12号发表声明称，在中国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关税后，1个月内，澳大利亚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超过8600万澳元，约合4.2亿人民币的葡萄酒。该声明强调，在经历了3年的贸易中断和全球需求下降后，这对本国葡萄酒生产商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当天接受英国媒体天空新闻采访，谈及该话题时表示，对华葡萄酒销售存在巨大机遇。目前已有350多家澳葡萄酒厂商重新建立了对中国的出口。此外，外界注意到，正当美国和欧盟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之际，澳洲市场继续向中国汽车开放。未来18个月，预计将有1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进军澳洲市场。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韦伯近日表示，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汽车销售的第3大来源国，其中每年要从中国进口数十万辆新能源汽车。截至今年初，澳大利亚销售的所有新能源汽车中，80%以上是中国制造。当地媒体报道称，目前在澳大利亚汽车市场上，中国的比亚迪已成为仅次于特斯拉销量第2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当地消费者认为，比亚迪的技术正在快速进步，在功能上和特斯拉已经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价钱相对较低，因此备受欢迎。为了减少碳排放，澳政府近年来为新能源车主提供补贴，令新能源车销量不断增长。今年5月的市场份额更是达到8%。再加上由于澳大利亚并无本土汽车工业，不存在补贴竞争等问题，因此对于中国车企业而言，澳大利亚也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那么这次，李强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其实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双边在经贸合作领域肯定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它也反映了中澳在双边关系校准航线之后一个发展的良好趋势。我想这还是取决于澳大利亚方面是否能够秉持就是一以贯之的对华的这种务实外交态度能不能与这个中国形成重要的这种互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合作呢才可以顺利进行。